哎，你聽說了嗎？鬼滅最近又出電影了，這回動靜可不小。11月14號剛在內地上映，零點場那個盛況，北京、上海那些大影院的杜比廳、IMAX 廳座位跟春運搶票似的，1000多個座位幾乎坐滿。有人大半夜不睡覺往影院衝，第二天還得上班上學呢，這得多鐵桿才幹得出來。咱們先說說這片子的來頭。這是《鬼滅》系列的第2部劇場版，名字叫《無限城篇》第1章蠍窩座在襲，片長155分鐘，2個半小時。故事接着電視動畫第4季助訓練篇往下講，就是鬼殺隊被鬼王無慘一下子全拉進了無限城這個詭異空間，然後各種被分散，開始跟上弦鬼們展開最終決戰。這次電影主要講了3場重頭戲。蝴蝶忍對童魔，善逸對師兄弦月，還有炭治郎和義勇聯手打三哥繭窩座。但這兒有個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制作方把整個無限城決戰拆成了3部曲。第1章今年7月18號就在日本上映了，後面2部估計還得等個2年1部，整個系列到2029年才能完結。這操作有人說是商業考量，畢竟能賣3次票嘛，但也有人覺得挺合理，因為原作漫畫這部分內容確實挺長的，塞一部電影裡得剪成啥樣。現在咱們得聊聊這片子的票房表現了，這數據真的有點嚇人。在日本本土，這電影上映8天就破了100億日元，是日本影史最快達到這個成績的電影。上映55天，超過了宮崎駿的《千與千尋》，成為日本影史票房第2名。現在累計已經到了330億日元。放在全球範圍，這片子的表現更誇張。北美那邊首日票房3300萬美元，直接把寶可夢那部《超夢的逆襲》保持了26年的記錄給破了，成為北美史上日本動畫開畫票房冠軍。後來還超過了《臥虎藏龍》，成為北美票房最高的國際電影。台灣地區更離譜，上映84天，票房27億新台幣，成了台灣影史票房第3名。全球總票房現在已經超過8億美元，正在衝擊10億美元大關。到了咱們內地這邊，這片子也是火得一塌糊塗，預售票房1.8億人民幣，刷新了進口動畫電影的預售記錄。上映首日票房破1.17億，連續2天票房都過億，3天破3億，5天破4億，現在已經突破5億了。零點場那天晚上，影院排片占比高達 48%， 票房產出占大盤70%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這些核心城市的零點場上座率飆到 92%。有人為了搶特點場的限量周邊，提前好幾天就開始研究哪個場次送什麼東西，結果搞得頭都大了。說到這個特點，就不得不提一下這次的聯名營銷了。瑞幸、必勝客、肯德基、名創優品全都來湊熱鬧，超過15個品牌跟鬼滅搞聯名。瑞幸那個套裝8杯咖啡加冰箱貼套裝要229塊，平均一杯快29塊了，比平時那個酒的價格貴了快3倍。雖然定價挨了不少罵，但銷售額還是突破了600多萬。粉絲們一邊吐槽又愛又恨，一邊還是忍不住掏錢，這就是粉絲經濟的威力。北京三里屯朝陽公園那邊搞了1周的線下活動，裝置打卡、趣味遊戲、主題快閃店，把整個商圈都搞成了鬼滅主題。那這片子到底好在哪兒呢？為什麼能火成這樣？咱們得從技術層面說起。這片子是飛碟社 UFotable 制作的，他們的制作水準在業界那是出了名的燒錢。無限城那個場景設計、空間扭曲變化、各種呼吸法的特效、水之呼吸的藍焰、雷之呼吸的金光、鬼術的詭異特效全都疊加在一起，音畫體驗拉滿。有人說這片子已經不太像傳統2D 動畫了，因為它在探索純粹現實流派作畫的上限，把 3D 動畫才能做到的視覺呈現硬是用2D 實現了。配樂是肥浦由紀和追名豪2位大神聯手操刀。主題曲分別由 Aimer 和 Lisa 演唱，每一段戰鬥配上音樂，那種感染力真的很難抵擋。但是呢，這片子的口碑也是2極分化的厲害。豆瓣開分 8.7 分，後來降到6分，將近一半的觀眾給了滿分5星，但也有不少人給了3星甚至更低。支持的人覺得這是視聽盛宴，戰鬥場面華麗到窒息，情感刻畫也到位，尤其是七窩座和練血那段回憶，看哭了一大片。
反對的人主要吐槽回憶殺太多，節奏有問題，說是好好打着架，突然插一段20分鐘的回憶，把戰鬥的緊張感都打斷了。還有人覺得這就是粉絲像電影路人看起來會一頭霧水，因為前面幾十集動畫的鋪墊太重要了，不補作業根本 get 不到全部的梗和情感點。這就引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爭論點，這片子到底該怎麼改編？有人說原作漫畫本身節奏就快，角色塑造流於表面，全靠回憶殺和跑馬燈來補充背景，這是鱷魚老師烏交忽視情的創作風格問題。但也有人覺得這是飛碟社的改編策略太保守了，為了避免粉絲罵魔改，他們幾乎完全照搬了漫畫的順序和分鏡，刪減和重組都壓到最低限度。問題是漫畫那種閱讀體驗和電影是完全不同的，漫畫你可以快速翻過回憶部分，但電影裡你就得老老實實坐着看完這20分鐘。再說說無限城這個篇章本身的結構問題。前面幾個篇章基本上一個篇章重點刻畫1-2個柱加1-2個上弦軌，無限列車是岩柱和上3，油鍋是陰柱和上6，斷刀村是霞柱鏈柱和上4上5。但到了無限城，作者想直接來一個大篇章把漫畫完結了，這就導致還沒高光過的柱和軌一下子全都得塞進來。蛇柱、岩柱、風柱前面基本都是醬油，現在總得給他們戲份吧，那前面已經高光過的角色就只能當炮灰了。霞柱在斷刀村篇那個無限的無裝的多厲害，結果無限城裡直接被秒殺當炮灰，這反差讓很多粉絲接受不了。討論的焦點還集中在幾場戰鬥上。蝴蝶忍對童魔這場，很多粉絲看得心碎，尤其是刀壓播報重鑄陣亡那一刻，影院裡哭聲一片。有人說從推門那一刻就開始哭，一直哭到電影結束。但也有人覺得忍的戰鬥篇幅太短，打鬥不夠華麗，主要是為後面香奈乎和伊之助的戰鬥打鋪墊。善逸對屠月這場，有人吐槽還不如田之助山那個7閃精彩火雷神的刻畫沒到位。炭治郎和義勇對七窩座這場，有人覺得炭治郎一刀就把三哥砍了太草率，这就結束了。雖然後面三哥和戀雪的回憶很感人，但你要說這片子完全是靠粉絲撐起來的也不對，他在路人群體裡也是有吸引力的。不然北美那些老外怎麼會買賬？關鍵是鬼滅的核心主題很普世，守護、救贖、羈絆、成長，這些東西跨越文化壁壘。而且鬼滅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就是反派也不是純粹的惡，每個鬼都有自己的悲慘過去。犍窩座生前被人下毒陷害，變成鬼之後忘了所有生前的事，唯獨記得戀雪的名字，記了100年。這種鬼也是苦命人的設定，讓角色更立體，也更容易引發共情。從商業角度來看，這次引進是貓眼娛樂主導的，據說買斷院線版權花了7000萬人民幣。現在看來這筆買賣做得太值了，因為票房預測已經到了6億以上，有分析說可能會超過《鈴芽之旅》的807億，成為內地票房最高的日本動畫電影。引進方除了引進費用，還得承擔審核、配音、宣發這些成本。但這次的回報明顯超出預期，而且據首映禮反饋，內地版沒有任何刪減，這對粉絲來說是最大的誠意了。不過這片子也遇到了一些幺蛾子。11月17號的時候，因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灣言論引發外交風波，社交平台上突然流傳說鬼滅要撤檔，這消息瞬間上了熱搜。後來影院出來闢謠說根本沒接到下映通知，虛驚一場。但這個烏龍反而提升了電影的關注度，貓眼預測票房從6億漲到了25億，你說這算不算歪打正着的營銷效果？說到底，鬼滅能火成這樣，其實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。首先是 IP 本身的影響力，從2019年動畫開播到現在，鬼滅一直維持着很高的熱度，不像有些動畫火一波就涼了。其次是制作水準確實過硬，飛碟社這次是真的燒錢燒出了效果。再加上營銷做得到位，聯名線下活動、特點周邊，把粉絲經濟玩得明明白白。最後就是時機也抓得好，11月這個檔期沒啥國產大片競爭，給了鬼滅充足的發揮空間。對粉絲來說，這次能在內地大熒幕上看到鬼滅，本身就是一種情懷的滿足。2020年無限列車篇在全球爆火，但沒能在內地上映，這一直是個遺憾。現在這個遺憾終於補上了，所以很多人一口氣買5-6張票零點場 ，IMAX 中配版全都要刷一遍。
甚至有些在日本或者香港已經看過的粉絲，還是願意為了支持正版再花錢買票。這種粘性和忠誠度是其他電影很難做到的。當然了，這片子也不是完美的，節奏問題、回憶殺過多、對路人不夠友好，這些槽點都是客觀存在的。但你要說它是二流作品，恐怕也有失公允。它確實有缺陷，但它在視聽呈現、情感表達、角色塑造這些方面做得足夠好，才能在全球範圍內收穫這麼多粉絲。而且說實話，現在能做到這種現象級影響力的日本動畫也沒幾部了。最後咱們展望一下後面2部，第2章和第3章預計每2年出一部，到2029年才能完結。這個戰線拉得確實有點長，但從商業角度來說也能理解。畢竟每一部上映都能帶來一波新的熱度和收入，對制作方、發行方來說都是好事。對粉絲來說，雖然等待的時間長了點，但至少能保證質量，總比趕工出來一坨爛東西強。說到這兒，你可能會問，《鬼滅之刃》到底值不值得看？如果你是鐵桿粉絲，那肯定值得。這種視聽體驗在家裡看和在影院看完全是兩碼事。如果你是路人，建議先去補一下前面的動畫，至少把駐訓練片看完，不然很多情感點你是 get 不到的。如果你對日本動畫完全不感興趣，那也沒必要勉強自己，因為這片子確實有很強的粉絲向屬性。總之呢，《鬼滅之刃》無限成篇這個現象已經超越了電影本身，變成了一個文化事件。它的成功不僅僅是票房數字，更是證明了在這個流媒體時代，優質內容加上精準營銷，依然能把觀眾拉回影院。對中國市場來說，這也是一個信號，二次元群體的消費能力和影響力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了。未來可能會有更多日本動畫選擇在內地上映，這對粉絲來說絕對是好事。好了，關於《鬼滅無限成篇》的話題，今天就聊到這兒。如果你已經看過了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觀影感受。如果你還沒看，那就趕緊去體驗一下吧。畢竟這種現象級的作品，錯過了可能就得再等好幾年了。